我每次买东西都只买残次品，价钱越贵的越好，最好还是摔成碎片的。别人都在暗地里骂我是傻子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提高实力。可就在我疯狂收集损坏的物品时，却失手打碎了大小姐珍贵的玉盏，被罚关进柴房禁14日。管事宋云看着一脸狼狈的我，大小姐发了话，禁食结束后让你去垃圾房当差，这对奴仆来说是彻底断了前途。他本以为我会崩溃，没想到我只是淡淡说了一句谢大小姐恩典。宋云攥紧拳头，先凡有别，二小姐去了仙宗3年，一封家书都没有，你以为他会记得你一个奴仆吗？你就烂在这儿吧。说完重重摔上房门，但他绝对想不到，这样的安排却正合我意。垃圾房安静且有各种损坏的物品，对我而言是个不错的去处。不过得先熬过这禁食的惩罚。3日后，就在我快饿得不行时，二小姐的侍女小彩却悄悄赶来。前2天大小姐看得太严了，我带来的馒头你快趁热吃。可令人诧异的是，我竟拒绝了，明天就能正常解禁。这个馒头还是不吃为妙，以免节外生枝。况且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想求她。小彩，能不能帮我弄到那玉盏碎片？小彩没有多问，答应后匆匆离去。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此时大小姐宋凌雪竟站在角落，将小彩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。大小姐，夜晚天冷，回去歇着吧。宋云看着宋凌雪单薄的衣裙，满是心疼，但宋凌雪却面色冰冷。你那天去时，她怎么说的？说是谢您的恩典。典，倒是条好狗。宋凌雪冷笑一声，转身离去。宋家如今只有她独挑大梁，将来必定是要招婿入赘的。可她信不过外人，而府中只有相貌出众的我让她顺眼。但几次试探被拒后，她的耐心已经耗尽了。我既然不愿，她就绝不会再强求。殊不知，我即将发生令她意想不到的变化。过了子时，随着我脑中归零的修复次数刷新，我再次用在了残缺的合身拳上，终于将功法完全修复。下一秒，一套呼吸法瞬间传入我脑海。宋家当初只教了我们拳路，并没有这呼吸法流传下来。而最让我意外的是，这呼吸法竟与我前世无意中接触到先秦炼气士的吐纳法有共同之处。我立马盘膝坐起，尝试去捕捉天地间的能量。怎料静坐了2个时辰，我却一无所获。可当我随意扫了眼脑中的面板时，眼前的一幕却让我愣住了。新增可修复大周天行气总纲入门篇。看来我刚才的举动并非毫无意义。次日黄昏，我的禁食刚结束，就被送往垃圾房，里面明明堆积着陈年旧物，我却相当满意。就在我等待修复次数刷新时，屋门竟突然被敲响了。小彩慌张递来一个布袋，所有的碎片都在这里了。我松了口气接下，多谢，恩情容我日后再报。小彩不敢久留，很快便匆匆离去。我关上房门，打开布袋，脑海瞬间涌出一股信息：仙家赠品灵玉盏，若是常年温阳有机会通灵，被你亲手打碎。好在碎片齐全，修复并不困难。可令人意外的是，我却并不打算通过面板修复。这只玉盏是我接触到的最珍贵器具，我还有更大的用处。第2日，我先将垃圾房打扫了一遍，然后上街去买修复材料，直到傍晚才勉强凑齐材料。怎料我刚回到宋府，就听到了一个令我振奋的消息：那位数年没消息的二小姐回府了。我对修仙无比好奇，而二小姐是我唯一接触修仙的可能。于是我匆匆赶往主厅，可不知为何，我却在走廊停下了脚步。自己一时高兴却忘了身份，没有传唤，我根本没有资格踏足主厅。就在我准备放弃冒险进去时，拐角却突然走出大小姐一行人。而最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，我只是看了她身边的男子一眼，整个人竟不受控制的低下头。毫无疑问，此人必定是仙门中人。我只好躬身一礼，退至一旁让开了路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大小姐打量我片刻，竟轻叹一声：罢了，妹妹刚才还跟我说起你，进屋说话吧。说完，她歉意看向身旁男子：府内管教无方，秦上仙见笑了。秦风微微摇头，虽然一言不发，但存在感却是强的恐怖。而当我们进入大厅后，二小姐宋凌清竟疑惑看向角落的我，显然有些认不出来了。小人见过二小姐。我恭敬行礼，宋凌清这才点了点头，但却没有多言。我也很识相的退回角落，没有继续搭话。可随着众人坐下，明明是宋家团聚的日子，家主宋通海却偏偏满脸忧愁。凌清啊，你们什么时候走？多住几日会不会耽搁行程？万宗大比为时尚早，还有近10年才开始。宋通海闻言刚涌出喜色，怎料宋凌清却突然话锋一转，但明日就要动身，大比所在的地域太过遥远，还要留出供我修行的时间，10年只是勉强够用。说着，他眼中浮现一缕担忧。各宗真传的行踪都是绝密，若非我一直央求，秦师叔根本不可能带我回府，还请父亲保密。宋通海摆手一笑，我已经下了封口令，你安心修行，为宗门争光。闻言，宋凌清眼中的愁色淡了不少，而秦风全程惜字如金，没说半句话，直到天黑，众人才吃完饭离去。然而我回去后却失眠了。刚才我得到的信息不多，宋通海似乎有着某种忌讳，并未过问宋凌清在仙宗的饮食起居，而宋凌清也并未提及。正当我郁闷不已时，门外竟突然传来二小姐的呼唤，我心跳有些加速，没想到刚刚错失的机会竟再次出现在我眼前，而她也说出了找我的真正目的：念你服侍了我数年，你可有心愿？今日我帮你了了。我目光瞬间大亮，正要开口讨回自由身，却突然闭上了嘴。跟仙门隐秘相比，眼前的困局根本无足轻重。于是我开口道：小人想要一些仙门典籍。谁知宋凌清却是眉头一皱：你身上没有仙骨，根本不能引灵入体。万贯家财和娇妻美妾，这些才该是你一个奴仆最想要的东西。怎料我接下来的话竟让他满脸意外。我不要修仙之法，只要与仙门有关的任何典籍都行。宋凌清忍不住提醒：有些东西你知晓了却无法触及，可能会是一生的痛苦。但奇怪的是，听到他的答复，我却是心头一松。看来这些东西
西并不是重要隐秘，是能够告诉我的。于是我认真道，我只是想睁眼看看这个世界，别无他求。好，宋林清点头应下，最终给我留下了4本典籍，可他却不知道这个决定，竟差点把我害死。宋林清走后，我将今天的修复次数全用在了大周天行气总纲上。自始至终，我都没有想过要修仙之法，而是将希望放在了先秦炼气法上。既然仙宗的宋林清认为我修行不了，那就肯定无法修行，不必浪费精力去钻研。果不其然，当我翻阅那些典籍，才得知修行需要以仙骨作为媒介，接纳天地灵气才能进入养力境，可活150多岁，养力到了极限，丹田生出法力就进入了灵泉境，寿命能过300。我一直看到天亮，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典籍，心中越发的期待先秦炼气法是否也能如此。殊不知一场天大的危机也在等着我。就在宋林清离开不到2日，广云王竟突然送来了一车的厚礼。虽然宋家处在广云王的封地上，但他们之间明明没有任何往来，为何突然送上厚礼？紧随而来的还有各个世家帮派的礼单。原来是宋林清回家的消息走漏了。大厅中，宋通海愤怒看着各种礼箱，消息传得这么快，必然是宋府中有了内鬼。宋云，彻查！我授你灵机决断之权，若证据确凿，直接打死喂狗。诺！宋云躬声应下，起身离去。而对于外界这些风波，我并不关心，我的心思都放在了修复玉盏上。随着我用专门调制的新漆将拼好的玉盏重新刷了一遍，下一秒，我脑海中突然传来一道提示：你耗费心力将玉盏修好，技巧有了进步。看着修复师一栏的32点经验，我眼中闪过一丝喜色。每日5次的修复次数实在太少，所以我必须提高修复师等级。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，平日冷清的垃圾房却来了位不速之客。宋云短短几日就抓了6人，很快就查到了我所在的垃圾房。他原本只是走个过场，却没想到会有意外收获。那几部典籍被搜了出来。那日宋林清走得匆忙，没有特地告知家里，而以我的身份，不可能接触到这种典籍。于是我再次被关进了柴房。宋云将此事以及我近日的动静全部上报宋凌雪。宋凌雪一脸阴沉地看着我：你为何这几日总往外跑？你在府外还有熟人吗？我如实说出自己只是想买些材料，修复玉盏将功补过。说完，取出崭新的玉盏，双手奉上。宋凌雪面色稍缓，收起玉盏，再度将话题扯回正轨。那些仙门典籍从何而来？我照实回答，将前因后果说了出来。宋凌雪神色诧异：你为何不趁机要一笔金银赎身，或者是灵丹延长寿命？怎料我的回答竟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小的自幼父母双亡，是宋家给了我活路。说着，我抬头望向宋凌雪。小的将仙家玉盏打碎，罪该万死。大小姐人善，留我一命。小的自当知恩图报。在我看来，我的前身是有些不识抬举。大小姐要留他在身边做事，他却3番5次推辞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面子值几个钱？此时宋云看着面色诚恳的我，心头警兆狂闪，这绝不是他认识的我。他连忙望向宋凌雪，果不其然，宋凌雪目光已经柔和了下来。一时间，宋云汗流浃背。以前的我就是个空有其表的将军，从未让他有过这种威胁感。这次竟是真的让我学乖了。罢了，事情既已说清，此地没你的事了。宋凌雪摆了摆手，既然是我妹妹给你的，那几本书你便留着吧。大小姐明鉴。我松了口气，正要转身离开，却被她突然叫住，自己去账房领20两银子，算是赏钱。我躬身一礼，多谢大小姐赏赐。见我没有拒绝赏银，宋凌雪看我又顺眼了几分，再度开口：你这手艺埋没了，可惜，搬去府库吧，那里正好有些古玩要修补，丽银给你涨1倍。谢大小姐。我目光大亮，宋家的珍宝全放在府库。次日天刚亮，我就迫不及待前往府库。怎料路过大门时，耳边却突然响起轰鸣巨响，可不知为何，我明明十分好奇，却偏偏头也不回地赶往府库。不必要的好奇只会惹来麻烦，这种情况还是少过问为妙。果不其然，当我刚来到府库，前院就突然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：宋府搭起了擂台，宋凌雪要与人比武了。原来1个时辰前，广云王带着儿子赵继昌来联姻，本以为能靠权势逼迫宋家，没想到宋凌雪得知后却不屑道：能打不我，再论嫁娶。宋凌雪习武天资高已不是秘密，但广云王从没想到竟会这么高，仅出了2招就轻易赢了赵继昌，这让他忍不住感慨：令千金这武道造诣，距离宗师境不远了。王爷过奖，还需多加磨练。宋通海微微摇头，眼中却是掩饰不住的满意。如今2女儿已入仙门，他身边就这么一个大女儿，根本没有想过要把她嫁出去。广云王的联姻，他从来没有考虑过。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，没想到广云王却突然话锋一转：不过你家那只雏凤似乎被不少人盯上了。幻灵宗真传下山的消息，四方诸国都已经开始流传。随后广云王轻声说了句奇怪的话：雏凤身边有护道之人，你们宋府可没有仙家坐镇。宋通海没有答话，仿佛是受到了惊吓。广云王淡淡一笑：如有麻烦可传书于我，至少大周境内还没有人敢动赵氏皇亲。说完迈步走出宋府。可奇怪的是，当宋通海将广云王送走后，原先的惊慌竟全部散去，冷着脸回了书房。宋凌雪见父亲脸色难看，一时间有些不解，爹爹为何要动怒？然而宋通海的面色却更冷了。广云王这是以势相逼，想迫使我将你嫁给他儿子。宋凌雪忍不住皱眉，实在不行，我便嫁入王府，不管怎样都是要成亲的。怎料宋通海却冷哼一声：你当王府是什么好去处？若真有仙宗要动我宋家，他广云王敢放一个屁？是女儿没用，没能进入仙宗，会对爹爹教导。看着女儿一脸黯然，宋通海心头一软，我宋某怎能拿女儿换平安？宋家从来没有跪着求生的子弟。说到这，他眼中杀机闪烁，有牛鬼蛇神过界，敢来一个，咱爷俩就杀一个。
与此同时的洛风城外，赵继昌低垂着头，孩儿无能，让父王丢了面子。然而广云王却毫不在意，面子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吗？大丈夫何必叫一时长短？这宋家血脉真是异于常人，不到300年出了2位大宗师，还有一株仙苗，如今又要多一位大宗师。说着，他眼睛微眯，我而且安心，此女迟早是你的。如此血脉若进了赵家，生出有仙骨的后代几率必然很大。转眼10余日过去，宋府表面上一如往常，但身在府库的我却嗅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味道。最近常有马车载着从府库搬出的木箱，不知去往什么地方。虽然觉得奇怪，但我并未多想，将心思全落在大周天行气总纲上。直到某天，入门篇终于修复完成了。下一秒，大量的信息涌入了我的脑海。正如我所料，行气总纲并没有仙骨的桎梏，人人皆可修行，但修行的快慢却与悟性有关。我立马来到庭院中盘膝而坐，尝试采纳月色光华。只是片刻功夫，我就感受到了一股清凉气息自头顶入体流向四肢，直到我再度睁开眼时，已接近中午。18周天运转完毕，我周身劲力暴涨了1倍不止，还有一股真气在经络中流淌。这还只是初步练气，只有修炼100日后，真气在经络中流淌。这还只是初步练气，只有修炼100日后，我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炼气士。然而留给我的时间却不多了。此时的一间偏房中，宋云正双目紧闭躺在床上，身上绑缚着布带。宋凌雪推门而入，爹爹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宋云在哪里受的伤？城门口受了暗箭。宋通海沉声开口，暗箭自100丈之外而来，能拉开这种强攻的必然是宗师。闻言，宋凌雪眼中闪过一丝冷意，这是在警告爹爹，如今洛风城只怕已经出了变故，要不先行召回城内各处的主事。怎料宋通海却神色平静，我宋家还不配那些仙宗亲自动手，出手之人应当是受了指使，目的就是逼我们向林清或幻灵宗求援。说到这，宋通海似乎做了个重要决定，目光突然一冷，凌雪，今夜你随我出府。到了第2天早上，我来到街上，准备买些干粮以备不时之需。可诡异的是，即使我手里拿着银子，也根本买不到任何粮食。粮店的借口五花八门，总之就是不卖。我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，这是有人在针对宋家。于是我走进了一家彩通店，换掉仆役外袍后，才顺利买到粮食。而回到宋府后，午餐也比往日少了许多，只有3个馒头1碟小菜。就在我以为宋家的处境要恶化时，我却突然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一夜之间，城楼上挂满了人头。最关键的是，其中还有一名宗师级人物。宋通海作为地头蛇，自然嫌疑最大，但却无人敢说。即便是官府也保持了沉默。而那些人头带来的影响，我也很快就感受到了。我的晚餐不仅恢复了正常，甚至比往日更丰盛了，多了5斤羊排和2斤牛肉。这顿饭虽然让我的紧张散去了一些，但我却不敢放松修炼。在拥有足够的力量自保之前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，而我也需要找个趁手的兵器防身。于是次日中午，我前往了武库，挑了许久，最终选中2根铁剪。这种铁剪势大力沉，特别适合我这种力气大的。而府库被搬空后，手背大不如前，这对铁剪被我顺利带回了住所。接下来的几日，我清晨练气，白天在府库修复物品，等夜深人静，再拿铁剪出来熟悉熟悉。本以为日子已经平静下来，直到有一天，宋凌雪突然对我叮嘱道：“近几日在府内安心待着，哪里也不要去。”我心头一动，点头答应。宋凌雪不会无缘无故说这番话，显然是得到了什么消息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变故来得比我预料中的快得多。次日午夜，我正要运转大周天修行，却突然传来了一阵喊杀声。我立马拿出铁剪握在手中，思考着进退问题。此时宋府后院的偏房中，宋云猛然睁开眼，听着耳边传来的喊杀声，一时色变。就在他强行运起翻身而起时，小彩却突然慌张赶来：“你现在还不能动，回去躺着。”中院已被几个镖师带人挡住，这几日都是他在照顾宋云，没人比他更清楚宋云的伤势如何，稍有不慎就会心脉崩断。怎料宋云却推开小彩开始穿衣：“小姐呢？”小彩无奈收回手，家主就在小姐身边，而且小姐的武功比你还厉害，你不用过于担心。可不知为何，宋云沉吟了一阵，竟突然目光一凝：“府库那边有人去了吗？”府库都已经空了，自然不会有人在那里厮守。然而听到小彩的话，宋云瞬间面色大变，立马提剑大步离去。与此同时，我正皱眉盯着府库大门。就在我准备跑路时，身后竟突然传来宋云的声音：“跟我走，我护你出去。”说着，他向着府库大门而去。然而我却面露古怪：“你是来救我的吗？”宋云脸色苍白：“别废话，快走。”我强行运气撑不了多久，他知道我若是死了，大小姐必然会难过。怎料他话音刚落，府库大门却轰然倒塌，一道人影持剑缓缓走来，剑锋上吞吐着肉眼可见的剑光，这让宋云的面色更加苍白，内气显形。这已是半只脚踏入宗师的高手，即便是他全盛时，跟此人也难分高下。快走！宋云一声怒喝，猛然回身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他身后却只有空荡荡的院墙，我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他有些神色恍惚，再次望向府库大门，一道熟悉且又陌生的背影映入眼帘。下一秒，我瞬间来到那黑衣人面前，恐怖的压迫感猛然展开。黑衣人明显愣了一下，下意识正要后退，耳边却突然响起凄厉的破空音。他匆忙提剑招架，只听当的一声，我的铁剪狠狠砸上了剑脊，包裹在剑身上的内气瞬间溃散。但更恐怖的还在后面，在刚猛的巨力下，剑身瞬间弯成了90度，重重砸上了他的身躯。随着清脆的骨裂声响起，黑衣人被狠狠砸飞，撞塌了半边院墙。然而我却没有停手，踏步追上，再度抡起铁剪迎头砸落。一时间，仿佛烂西瓜轰然炸开。宋云有些懵了，2下就打死了一位宁气大城主，就算是宗师也不过如此了。最诡异的是，我出手时，他明明没有感受到任何内气波动，于是他忍不住开口：“你什么时候成了宗师的？”然而我却只是随口回道：“我天生神力。”宋云满脸诧异，正要张嘴说什么，心口竟突然一痛，双眼一黑瘫倒在地。我连忙上前伸手一探，指尖竟传来散乱的脉响，几乎与死脉无异。可就在我以为他没救时，我脑中的面板竟突然涌出一道信息：当前可修复
宋云胸前有一处致命剑伤，强行运功导致濒临死亡，这让我瞬间愣在当场，居然连人都可以修复吗？我来不及多想，立马将今日刷新的修复次数试探性的用了2次，果不其然，宋云的脉象开始趋于平稳，虽仍是重伤之躯，但已无性命危险。算你命大！我一声低语，将他塞进床底，小心藏好，随后赶往前院。怎料我刚跨过一个院子，就迎面撞上了2个黑衣人，我们双方都是一惊。可奇怪的是，我们互相打量了一阵后，又都各自放下心来。在我看来，眼前2人的元气浓度还比不上刚刚被我打爆的那位武师，而在2名黑衣人眼中，我脚步沉重，明显是还没凝气的。长得倒是人模狗样，待爷爷割下你的面皮制成面具，也不算浪费你这张脸。我听后没有开口，猛然跨步上前，抡起铁锏狠狠砸下，同时伴随着凄厉的破空声，竟然是外功高手。黑衣人们瞬间面色大变，做出了跟之前武士同样的反应，提刀想要招架，而结果也同样被我打爆头颅。但做完这些，我并没有停下，反而赶到了演武场。此时场中已经乱成一片，各处都有人在交手，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家主宋通海，他正被3名宗师围攻，但却未见败相。而一旁的大小姐宋凌雪同样醒目，身旁围攻的足有6名黑衣人。就在宋凌雪快支撑不住时，宋通海竟硬生生受了宗师一掌，突然回身劈出一道剑气，瞬间斩下1名黑衣人的首级。虽然宋凌雪的压力变小了，但宋通海却逐渐落入下风。可不知为何，我见状却没有选择出手。如今战局还能勉强维持平衡，若是我贸然插足，反而会弄巧成拙。随后我环顾演武场，一个神秘的计划很快在脑中形成。只见我悄悄挪到角落的弓箭场，但奇怪的是，我只是提了一桶羽箭，却没有拿弓，反而将箭头一一折断。我并不熟悉射箭，可飞镖却在前世的职业赛中得过奖。随后我抓起一把箭头，猛然投出了5枚。围攻宋凌雪的几人刚听到声音，就瞬间倒下，小心暗器。3位宗师很快反应过来，立马用内气护住全身，同时四处扫视，很快就发现了角落的我。可不知为何，我神色非但没有惊慌，反而一把拿起身旁的长枪，紧接着身躯猛地向后倾斜，全身肌肉瞬间胀起。下一秒，长枪脱手，仿佛闪电划过长空，扑面而来的苦苦杀机，瞬间让3位宗师脸色大变。他们正要抽身后撤，没想到却被宋通海抓住了破绽，剑气横扫打乱了他们的步伐。与此同时，长枪也追上了其中一位宗师，裹挟的巨力轻易击碎他的护体内气，将他死死钉在了围墙之上。快撤！余下的2位宗师肝胆俱裂，足尖一点向外掠去。怎料他们的身影刚消失，我竟突然软倒在地，自己的精气神全凝聚在了那一枪上。宋通海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却没有上前，而是召集众人开始清理院子。反倒是宋凌雪走到我身边，神情有些恍惚，开口：“这些人是你杀的吗？”“都是我干的。”我点头承认，语调比以前少了3分恭敬。如今我离百日炼气才完成1/5，就已经能强杀宗师。等我踏入灵变境，实力还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一旁的宋凌雪忍不住抓住我手腕，片刻后更加诧异了，竟然真的没有内气。那你这身气力怎么来的？修行龙虎身后，我就感觉气力大了很多。我强行解释，这段时间宋凌雪对我越发偏爱，不仅给我提供补药，甚至将宋家的龙虎身功法传给我。我索性将异常全部归结于龙虎身，毕竟这个世界没有炼气士的存在。然而直觉却告诉宋凌雪，这其中肯定有问题。就在他思索着哪里不对劲时，室外却突然响起了马蹄声。直到此刻，洛风城内的魏军才姗姗来迟。宋家主，恕我等来迟。那些贼子呢？为首的罗偏将明明只是刚凝气，却对宋通海没有一丝恭敬。本以为宋通海见状会发怒，没想到他竟神色如常，开口：“贼子已经退走，多谢罗偏将深夜救援。”然而罗偏将接下来的话，却瞬间激起宋家武士们的愤怒，还请宋家主将贼人的尸身交给我，我集中焚烧，以免城内生出异病。这是在抢人头拿去领功，更何况从这些尸体上，说不定能查出背后指使。官府此举有包庇贼人的嫌疑。可奇怪的是，宋通海却依旧神情平淡，有劳罗偏将了。家主发了话，武士们只能默默忍了。一群魏军大摇大摆地进了宋府，将黑衣人的尸身全部带走。而我看到罗偏将的态度，却恰好印证了我此前的猜测。宋家现在的处境，有官府在背后推波助澜，这让我瞬间头大。尽快跑路似乎成了我的最佳选择，但我绝对想不到，跟我同样头大的还有罗偏将、秉城主。宋通海好像未曾受伤，而宋凌雪也没什么大碍。袁城主听后微微皱眉，似乎有些失望。罗偏将忍不住疑惑开口：“敢问城主，为何要如此针对宋家？官府与宋家已经相安无事多年，怎料城主却不耐烦地摆摆手，哪来那么多话？不该问的不要问，下去吧。”然而罗偏将却脚步未动，恕末将多嘴。宋家二小姐终究是仙门的人，若是做得太过分，我们怕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若是您得了什么消息，能不能告知末将一二？可不知为何，城主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，突然低语道：“网云王看中了宋家大小姐，有意为世子内妃，这是在逼宋家低头。然而城主怎么也想不到，他竟招惹了一个恐怖的存在。”次日清晨，我边吃早饭边沉思，就在我纠结是去是留时，宋凌雪却突然坐到我身旁：“吃饱了吗？要不要再加点？”我咽下口中的包子，摇了摇头。想到这段时间宋凌雪给我补药和功法上的帮助，我就忍不住心中轻叹，欠着人情只顾自己逃命，这种事我做不出来。但若带他一起走，像昨晚那样的追杀必然层出不穷。然而一想到昨晚，我就突然有些疑惑，自己好像还忘了什么事情。就在我皱眉思索时，库房内却突然传来了动静。看着踉跄走出的宋云，我这才反应过来忘了什么事情。一时间我有些惭愧。宋云拖
拖着重伤之躯来救我，我却让他在床底过了一夜。我正要向他道歉，一个惊人的消息却突然传来，原城主和罗偏将死了，人头被挂在了城主府前。这个消息瞬间引发了巨大的恐慌，大周官府的公信力几乎崩溃。不到1日，就有百姓拖家带口出逃；不到2日，消息就横跨万里传入了大周皇洞。混账！金銮殿上，皇帝龙颜大怒，这是在公然挑衅皇权。圣上息怒，此等贼人务必要尽快擒拿。大臣们纷纷开口谏言，皇帝也很快恢复了冷静，立马下令派遣500朱雀卫进驻洛风城，半月内查清事情始末，将贼首押到京都。另外，令广云王速来见朕。此时的广云王还不知被皇帝电击，正皱眉坐在书房喃喃自语：“本王倒是小瞧了宋通海。”一旁的赵继昌不免有些吃惊：“父王，您的意思是袁兴才跟罗望是宋通海杀的吗？”然而广云王却轻叹一声：“这并非你想的那样简单。此事或许会惊动仙门，但这件事无论是不是宋通海做下，他都惹上大麻烦了。”见儿子似懂非懂，广云王正要解释，王府外却突然传来一声长喝：“圣旨到！”广云王闻言眼睛微眯，收拾，准备随我去面圣。但令人诧异的是，广云王刚赶到皇宫，竟被皇帝狠狠抽了一耳光：“你太急了！那宋家二女儿宋灵清可是上统仙女，若她从万宗大比中活下来，发现宋家灭族，你后面该如何收场？”可万万没想到，广云王竟无奈摇头：“皇兄，我可没有对宋家动手，我只是叮嘱那城主不要多管闲事。”皇帝满脸诧异：“此话当真？”广云王捂着脸：“季昌是我骨肉，我不会让他娶个背负家仇的怨妇回家。”见他神色不似作为，皇帝这才微微点头：“如此就好，收起你那些心思，不要再插手宋家之事，这其中有很多隐情，不要给自己招祸。”这顿时勾起了广云王的好奇：“皇兄能否示下？”皇帝缓了口气，说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：3000年前，曾有位宋姓天君踏过了真仙之门，其祖籍距我大周不足100万里。朕查阅过诸多资料，附近的国度都存在宋姓世家，而他们有一个惊人的共通之处，族内基本都曾出过仙苗。广云王面色巨变，这么说宋家可能是天君之后，这未免太过惊人。仙门也只是一群修仙之人，但天君却是真正的仙。然而皇帝却摇了摇头：“你也不必想得太多，朕查询宋家血脉是另有打算，你就不要掺和其中了。”说完，他转身踏入殿内。广云王愣了片刻，若有所思地离开了偏殿。另一边的洛风城中，由于没了城主，无数百姓逃离出城，这明明是离开的最好时机，我却偏偏按部就班的修行。如今距离百日炼气只差70日，我应该能拖到朝廷查清案情，而宋灵雪每日都跟着我寸步不离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可以说是无微不至。我没有提出要走，他也未曾开口，似乎有了种无言的默契。本以为能一直这样平稳下去，直到有一天，宋通海突然找到了我，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交流。怎料他一开口，竟直接让我愣在当场。我有意将灵雪托付给你，你二人尽快远走高飞，我留下为你二人争取时间。我连忙摆手：“家主不必着急，在朝廷查清事情之前，我们或许还有些时间。”可他接下来只是说了一句话，却瞬间把我吓坏了：“你觉得那2人是谁杀的？”看着宋通海平淡的脸色，杀那2人的凶手不言而喻。一瞬间，我只感觉无比头疼。杀官，这是要造反了。跑路似乎又成了最佳选择，但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。现在走就是畏罪潜逃，朝廷会直接下发追杀令，甚至可能会惊动仙门。就在我思考着如何拖到百日炼气时，却突然想到最关键的一点，于是试探性开口道：“家主可知这大周背后的仙门与2小姐的幻灵宗关系最大？”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宋通海竟摇了摇头：“大周背后没有仙门，不过赵家在各大仙门中都有仙祖，可不知为何。”听了宋通海的话，我反而放下心了。7日后，随着一队铁骑进入了洛风城，城中所有的武道中人都被强行带走。不久后的城主府中，大都统黎明州扫视着众人，突然一声大喝：“宋通海！袁兴才以及罗望生死时你在何处？”宋通海如实回答：“那夜家中刚刚遭劫，草民也受了伤，应当是正在处理伤口。”黎明州打量了他一眼，沉声开口：“脱衣！”宋通海听后脱去上衣，身上疤痕遍布。可奇怪的是，黎明州只是看了2眼，就摆摆手：“下去吧。”而对于宋府其他人，他也并未多问，很快就放了人。这么轻易就放人了吗？知道内情的众人满脸迷惑。那天罗望抢走了黑衣人的尸骨，宋通海怀恨在心而动手杀人，明明作案动机与时间都有，究竟是什么让黎明州放人的呢？就在众人百思不解时，黎明州却突然对我一指：“你留下。”很快大厅内就只剩下我和黎明州。然而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，竟是要收我为徒。原来黎明州眼力极为老辣，一眼就看出了我没有内功，却天生神力，很适合做他的衣钵传人。我心中无奈，这黎明州虽然是大宗师，但等我百日炼气后，打败他甚至只用单手。不过这也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测，皇族赵家在各大仙门中都有仙子，为了谁都不得罪，对宋家的态度就会偏向中立。黎明州只是来做样子的。正当我分神之际，黎明州却突然向虚空一按，一掌落下，3尺厚的石墙竟轰然崩塌。他缓缓收回手，这是我偶然得到的一式散手，天下应当只有我一人会，拜我为师，我传你。但他绝对想不到，我此刻的心思已全被面板所吸引。五阶神通玄天印第3式，出自一位神灵之手，共分9式，对于你而言修复极为困难。五阶是什么概念？比修复圆满的龙虎身还强一阶，只比大周天行气总纲低了一阶。最终我还是委婉开口，多谢都统今日指点，但人各有志，还请都统勿怪。说完缓步离开了城主府。得到这玄天印第3式，已是不虚此行。到了夜晚，就在我复盘最近发生的种种事情时，竟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猜测：朝廷这个中立态度，足以说明那一夜袭杀宋府的人与朝廷并无什么关系。如此一来，那就与尹
是仙宗有关。我正要擦拭额头冒出的冷汗，怎料屋顶却突然响起一阵轻响。我猛地抬起了头，屋顶有人，而且还不止一个。我立马拿出铁剪握在手中，仔细捕捉着每一丝动静。随着我的注意力逐渐集中，十几道流动的气出现在我的感知中。房顶有4人，而屋子四面都有人把守，其中有5人已入宗师之境。很显然，这次是专门冲着我来的。我目光一凝，脚下猛地一踏，拔地而起，抡起铁剪狠狠砸向屋顶的横梁。4寸厚的木梁应声而断，整个屋顶瞬间倒塌。陈年老灰被卷起数丈高，立马遮住了四周扫来的目光。原先屋顶上的几人下意识跃起，但四周尽是尘土。可诡异的是，此刻明明什么都看不清，我却偏偏闭上了双眼，开始感知敌人的行迹。距上次一战已过了7日，我又增长了1000斤之力。正当一位宗师在尘土中搜寻我时，耳边却突然响起一阵破空音。下一秒，我的铁剪重重落下，他瞬间被打成了一滩血。但更恐怖的还在后面，我直接用尽全力掷出铁剪，狠狠砸向了空中的2道人影。半空中的2人根本无法躲闪，被铁剪砸飞了10余丈，落地时已没了气息。转眼间，屋顶4人已亡其3。然而我正要喘口气，没想到其余的宗师竟同时出手，一股股狂风猛然扫过，瞬间在我身上留下血痕。可诡异的是，我伤口处的血肉竟一阵蠕动，很快便止住了血。我的龙虎身已炼至大成，体魄早已不似常人，是横炼宗师，用暗器。其中1人刚喊完，下一刻无数暗器就朝我射来，我立马一头撞碎府库砖墙，踏入存放武器的库内，紧接着数杆长枪飙射而出。转眼间又是5人丧命，四周很快传来了动静，家主和大小姐闻声赶来，然而2人都有伤势在身，很快就落入了下风，而我则藏身于兵器库中寻找机会。在余下的4位宗师有心提防下，我扔出的长枪根本无法造成威胁。就在局面僵持不下时，2道流光突然划过夜空，瞬间撞上了2位宗师，当场将他们炸成了血雾。随后大都统黎明州缓步走来，面对大宗师，这些宗师根本没有反抗之力，不过几个呼吸，余下2人便被生擒。多谢都统出手相助，家主宋通海语带感激。然而黎明州却并未理会他，而是上前撕开那2位宗师的伪装。怎料看清1人的面貌后，宋通海却突然皱紧了眉。殷平，你怎会在此？这是他早年在北岩郡结交的豪杰，那里距离宋家有8万里，2人几乎是8竿子打不到一起。宋通海深吸了一口气，你我并无仇怨，你究竟是受了何人指使？能否告知1、2？然而殷平却低垂着头，一言不发。但另一位宗师竟猛然开口，我等也只是听命行事，要杀便杀，你们也就比我多活一段时日。怎料他话音刚落，黎明州就猛然探出手指，随后指尖发力，将那人舌头直接连根剪下。此人我带走，正好要跟圣上交差。黎明州说完，瞥向一旁的殷平，圣上会昭告天下族此人9族，并将其千刀万剐。你若说能死得痛快些，而你身后的家族也会没事。宋通海也沉声开口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恳求，殷兄，你我也曾有过一面之缘，望能解惑。终于，殷平嗤笑一声，说出了实情。北国仙门夜光阁递出的话，命我来此，为的是逼你向幻灵宗求援，从而试探幻灵宗的态度。接着殷平严肃道，我建议你广发信鸽传给幻灵宗，这样夜光阁自然知晓，你宋家可保数月平安。但数月后，若幻灵宗一直没有反应，来的就不会是我们这些肉骨凡胎了。殷平说完，抬头望向黎明州，敢问大人，刚才说的话可算数？黎明州没有开口，微微点头，多谢大人开恩。殷平叩首道谢，并当场自断了心脉。最终，宋通海还是听了殷平的建议，写下了求援信。次日一早就放出了数十只信鸽，如果幻灵宗没有反应，那便可以准备后事了。而另一位宗师也被押送出了城，百姓们纷纷夹道相送，对于大州官府又恢复了些许信心。行至城外，黎明州突然回身，望向人群中的宋通海，传音道：若再有下次，我必斩你。宋通海神色不变，俯身行大礼，谢黎大人，大人一路平安。随着朝廷密卫的离去，洛风城很快恢复了平静。黎明州此行已表明了朝廷的态度，保持中立，两不相帮，对于宋家而言是难得的好消息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幻灵宗的反应变得尤为重要。然而宋通海对此却不抱希望。事情发生了这么久，幻灵宗不可能不知道宋家的处境，但一直没有反应，这已足以说明一切。想活下去，只有自救。于是，在黎明州离开的第2天，宋通海找到了我，提出出城走镖的打算。我听后满脸疑惑。如今虽没有人再度袭击宋府，但洛风城4周必然被暗中封锁。然而宋通海显然下定了决心，我与你还有林雪各领一队镖师，分3路出城，若成功脱身，就在大州东南边境处会合。我虽然清楚出城的风险很大，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，正好试探一下4周还藏着多少力量。一直坐以待毙并非上策。随后我很快打点好行李，可就在我准备抓紧修炼时，院外却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。宋凌雪带着宋云踏入院内，明日还麻烦你带着宋云一起出发。我闻言有些诧异，你不需要他在身边策应吗？宋凌雪摇摇头，宋云身受重伤，帮不了我太多，而我实力平平，带着他有些吃力了。接着他有些歉意开口，实在抱歉，给你添了麻烦，若是你不愿。旁边的宋云一言不发，此刻他的确是个累赘，而他之前跟我的关系并不好，本以为我会不愿带他，没想到我却直接答应了下来。宋云之前能冒死来救我，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，有这份心意足矣，多谢。宋凌雪松了口气，正要转身离去，却突然被我叫住。明日走镖路途凶险，你有伤在身，我曾学了些推拿之法，应当能帮你缓和伤势。说完，我转身走进了屋内，我决定再出手帮宋凌雪一把。宋凌雪虽然将信将疑，但还是跟了进去，而暗恋着大小姐的宋云迟疑片刻，最终还是没有跟进去，缓缓伸手带上了房门。接着他转过身，抬头望天，心口的剑伤仿佛复发，在隐隐作痛。与此同时，我也挽起袖子，随口道：请大小姐上榻，趴着即可。是。宋凌雪回身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，略微迟疑后，最终还是趴在了床边。床榻上浸染着我温润的气息，让她不由自主地放松了下来。直到我的手掌按上她的双肩，她刚放松的神经再度绷紧，心头越发慌乱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我的心思根本不在她身上，而是注意着脑中面板的提示，当前可修复
宋凌雪身上刀兵之伤有4处，我简单给她按了按眉，随后试探性的使用了一次修复，一股热流瞬间涌入了宋凌雪的体内，她立马瞪大眼睛，她能感受到内伤正在恢复，这让她心底升起的奇怪想法消散一空，忍不住开口询问：好神奇的方法，你这是在哪学的？儿科按摩心法。我随口回了一句，为了避免进度过快，我放慢了推拿速度。半个时辰后，宋凌雪浑身舒畅，就连身上的伤口也没了痛楚。好了，大小姐，下榻走2步试试。我收起手，转身打开了房门，只见宋云低头坐在门口，身上笼罩着沉厚的木气。我看了眼面板上剩余的2次修复机会，冲着他招了招手：宋云，你进来。次日清晨，3路人手正在门前清点车马，准备出发。筹备之间，宋凌雪突然提着一个包袱给我，我面露疑惑，包裹入手的分量很沉，可不知为何，宋凌雪却并未说太多，只说是些干粮和盘缠，就匆匆离去。半个时辰后，3路人马分批自宋府出发，我带着宋云向南奔行，本以为会被阻拦，没想到一路上竟风平浪静。直到2日后，距离洛风城数百里，我们才停下休整，我这才有时间拆开宋凌雪给的包袱，其中除了干粮和金银外，还有一幅地图和一封信。而当我将信拆开后，里面的内容竟让我忍不住一声长叹，原来宋凌雪预测这一趟走镖，只有我这一路能安然脱身，毕竟我这边没有宋氏的血亲，所以他为我想好了后路，给了我前往巨泽国的路线图，那里是一片混乱之土，很适合我这种有实力的人发展。我随手将信丢给了宋云，抬手揉了揉眉心，现在有2条路摆在了我眼前，要么回去，要么前往巨泽国。思索片刻，我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，掏出日记本和笔墨写道：瞻前顾后非大丈夫所为，来时孑然一身，去时不带草木，大不了一死。可奇怪的是，我看着最后那个死字，又突然画了个叉，回去宋府也不一定是死局。一旁的宋云看完了信，死死攥着信纸，刚想开口就被我打断道：我一人回去即可，你留下继续前往巨泽国，若将来2小姐回来，总要留个人给她传话的。宋云听后深吸了一口气，猛地跪地叩首：求你一定将大小姐平安带回，日后若有机会，我宋云必报你大恩，那你可要争取活久些。说完，我翻身上马，向着洛风城策马而去。但我不知道的是，一场天大的阴谋正在等着我。与此同时的宋府内，宋通海与宋凌雪相对而坐，父女2人一脸沉静。与我的情况不同，他们出城不到10里就被拦了下来，可不知为何，拦路者并未动手，只是逼着他们回城。父女2人也并未反抗，一言返回了宋府。而随着几日过去，他们并不见我返回的踪迹，也是逐渐放下了心。显然我已经脱身。就在他们静静等候时局变化时，一名侍女突然跑来传话道：启禀老爷，府外来了自称是幻灵宗的人，说是找您的。幻灵宗？宋通海猛然起身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宋凌雪也是一脸震惊，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本没有想过幻灵宗会伸出援手。快迎入主厅，奉好茶。宋通海吩咐了一句，连忙提起内器跃上屋顶，几个起落便到了门前。宋凌雪慢他一步，眨眼间也到了宋府大门之前。然而门前却只是孤身站着一人，这让宋通海忍不住试探开口：敢问可是幻灵宗的上仙？闻言，男子缓缓抬起了手，下一秒，半空中瞬间多了一团火光，泛起恐怖的热浪。幻灵宗外门弟子福全亮受宗门之托，来此助宋家一臂之力，上仙快请。见此一幕，宋通海激动地上前迎接，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。幻灵宗的人出现已是表明了态度，愿意出面庇佑他们，宋家必然是高枕无忧。宋凌雪也如释重负，缓了片刻，他正要转身进府，长街尽头却突然冲出一骑，停在了府门之前。他愣愣看着我：你怎么回来了？说完，他下意识扫向我身后。我翻身下马，大步走进府内。不必看了，只有我一人，余下的都去巨泽国了。你一人回来做什么？宋凌雪下意识跟上我，语调危急：这里的事本就与你没什么关系，为何非要回来再趟这趟浑水？想走时我自会走，不必你送。我随口回了一句：修行先修心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只感觉体内的气都顺畅了不少。不过你现在回来倒是可以。想起刚才来的那人，宋凌雪脚步轻快了不少。刚刚来了一位幻灵宗的上仙，想来以后不会再生乱。幻灵宗竟然来人了，我不禁诧异，但紧随而来的就是疑惑。宋家现在的处境不是1天2天了，早不来晚不来，为何偏偏在宋家广发求援信后，才派了一人来？宋凌雪笑着点了点头，上仙名叫福全亮，说是幻灵宗的外门弟子。此刻人就在主厅。说话间，我们已来到主厅，然而我进门后却没有开口，而是走到一旁，静静打量着不远处的福全亮，眼中的疑惑也越来越重。因为在我的感知中，这福全亮体内的元气强度，甚至还不如大宗师黎明州。就在我越发疑虑时，宋通海却突然紧张开口：敢问上仙，幻灵宗可是收到了在下的求援信？怎料福全亮听后竟是一愣：这我倒是不曾听说，我是接了一位长老的委托，来宋家坐镇一段时日。原来如此，看来幻灵宗还是关心我宋家的。宋通海连连点头：应当的，宋师姐上品仙骨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，必定又是我幻灵宗一位太上长老。福全亮摆了摆手，态度很是亲和：听闻你宋家惹了些麻烦，说与我听听，若是能早些解决，我也好提前回山门。说完，他云淡风轻地喝了一口茶水，周身带着一股强大的自信，仿佛宋家的麻烦在他眼中弹指即灭。宋通海有些为难道：这个在下也不是很清楚，对方也是隐世仙宗，我们也只是偶然得知了一个名字，并不知晓其中内情。可奇怪的是，福全亮闻言竟突然动作一顿，端着茶杯的手僵在了半空，直到沉默了良久，他才皱眉道：叫什么名字？宋通海回忆片刻，开口：好像是叫夜光阁，是北国的存在，上仙应该有所耳闻。但令人诧异的是，福全亮听后竟突然面色大变，猛地站起失声道：你确定是夜光阁？没有弄错吗？千真万确。那人亲口所言，我与小女都听到了。如此失态的反应，让宋通海也吓坏了，紧张问道：上仙可是有什么为难之处？然而福全亮接下来的话却越发奇怪：没什么，我需要一间净室，短暂闭关几日，若是无事，不要打扰我闭关。好，我这便去安排。
宋通海心头不安，脚步匆匆离去。我见状眼睛微眯，福全亮的反应让我此前的疑惑得到了一些印证。幻灵宗知晓夜光阁的存在，而福全亮接了委托来宋家坐镇，却根本不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什么。想到这，我突然意识到最关键的一件事，自己此前陷入了一个重大误区。或许我把幻灵宗看得过于强大，到了夜晚，我被安排了一间厢房，而我刚来到住处就立马开始修行。我必须尽快强大起来，让自己具备一定抗风险的能力。福全亮的反应已经让我生出很多不妙的想法，能依靠的还是只有自己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宋通海和宋凌雪的想法却与我截然相反。虽然福全亮的反应略显怪异，但终究没有直接走人，那就说明事情还不是很严重。长时间紧绷着神经，让他们有些支撑不住，总会将事情往好的方面去想。逃避是人的本性，我本以为福全亮会闭关躲起来，结果他第二天竟出关了。然而一出关，他就向宋通海提出了各种奇怪的要求，要山珍海味，还要美妾舞姬。这些宋通海自然全部照办，可宋府的积蓄都已经分批送走，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将宋家祖宅抵押出去，请了10余位歌姬供福全亮享乐，银子如流水般花了出去，而福全亮所在的院子也几乎成了人间仙境，夜夜笙歌。这些我全部看在眼里，可我明明对事情的脉络基本弄清了，却偏偏希望福全亮能尽情享乐。如今我距离百日炼期越来越近，倒是需要福全亮多争取些时间。本以为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直到有一天，宋凌雪突然提着包袱来找我，府库只剩下这些丹药了。我接过包袱，自己要修行就离不开灵药，可不知为何，宋凌雪送完了药，却并未离开，而是在院中坐了下来。我没有避讳他，倒出几枚金元丹含入口中，立马开始吸收大日精粹，直到我修炼完，他才叹了口气开口。那福全亮胃口越来越大，早上吃了一头乳猪，中午又吃了半只羊，像饿死鬼投胎，没几日佛头似的。我选择了沉默。这么多天以来，即便是宋凌雪也看出问题了，她眼神黯然道：“你当日为何要回来？帮宋家对你而言没有半分好处，我只是尽力一试，若最终实在不行，我会逃，不会带上你们。”我没有遮遮掩掩，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想法。白白送死的蠢事我不会干。然而听到我过于直白的话，宋凌雪心头反而轻松了不少，脸上也有了些笑意。那就好，总觉得你若是就这么死了，有点可惜了。我边向屋中走去，边问道：“我让你找的东西，你找来了多少？我若想增加修复师的等级，就离不开有价值的残缺古物，越是古老珍贵的，修复之后我得到的经验就越多。我都给你放在府库了，基本都是些上了年头的老物件，没花什么银子。”可奇怪的是，宋凌雪说完，竟跟着我进了屋，还很自然的在床边坐下。“你还有事吗？”我皱了皱眉，我近日练功勤了些，筋骨有些不适。宋凌雪脸颊微红，低头开口：“你能不能用那个按摩心法再给我按按？”闻言，我快步上前，伸手搭上宋凌雪的肩膀，然而面板却没有传来任何提示。“你没什么大碍，不用。”怎料我话还未说完，宋凌雪竟突然抬起手压住了我正要抽回的手，依旧低垂着头道：“我还是觉得有些不舒服。”良久的沉默后，我最终还是抽回了手，开口道：“不可以。”话音刚落，宋凌雪猛然站起，快步走向门外。临出门之际，她突然回头问道：“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我愣了片刻，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评价：“聪明人。”我倒是感觉我有时候挺坏的。宋凌雪拉开房门，快步走了出去，直到走出我所在的院落，她才放慢了脚步，用手捂着脸，从指缝间溢出一声低语：“我真是下贱。”与此同时，我盯着大开的房门，良久不语。片刻后，才起身来到院中，打了2桶井水冲了个凉。刚才宋凌雪的暗示，我并非没有看懂，但却终究不敢跨过那一条红线，因为一旦跨过去，我在想抽身就不是现在这般轻描淡写了。而宋家的危机，我不一定能扛得住。整理了思绪，我换了身衣服，走向府库，埋头开始修复宋凌雪淘来的各种破烂。转眼间1月多过去，福全亮的生活越发奢侈，整日胡天胡地，而抵押祖宅的钱也快见底了。宋通海只能低头向商行借贷，这才勉力支撑了下来，但压力也是与日俱增。可那又能如何呢？至少福全亮在的这些日子，宋家的确没有再受到袭击，而我也终于迎来了重要的日子。此时的府库中，正在修复碎片的我突然抬起了头，以苦心钻研修复技艺，终于突破1阶修复师。看着脑海中的面板，我眼中金光四溢，随手拿起一只残缺的玉碗，心念一动，玉碗瞬间变得完好如初，而面板上的修复次数依旧是5次。修复师的进阶变化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得多。虽然每日刷新的次数没有变化，但我已能无消耗修复所有临阶东西。最惊喜的还在后面。随着我凝视手中玉碗，片刻后玉碗进化为金碗，而我只是体内元气损耗了一些，这就是刚领悟的神通，点石成金。随后我起身离开了府库，刚走没多久，就迎面撞上了宋凌雪。来得正好，跟我来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，径直向着福全亮的院落走去。宋凌雪跟了一段路，有些疑惑道：“你这是要做什么？”然而我却是神秘一笑，看着便是。如今我距百日炼期已不足10日，抬手至少是万斤之力。现在的福全亮在我眼里已不具备任何威胁。眼下我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确认。不久后，当我们踏入大堂，里面很是杂乱，四处散落着衣裙鞋袜，酒坛杯盏被扔得到处都是。福全亮看了眼我们，招了招手：“宋小姐来了，来，坐下，同我共饮几杯。”然而宋凌雪却是抿了抿嘴，偏头看着屋外没有回话。我瞥了眼一旁的几个舞姬：“你们先出去。”看到舞姬们起身向门外走去，福全亮立马皱眉望向我：“放肆！你是何人？竟敢扰我雅兴！”怎料他话音刚落，我竟一脚踹飞了桌案，猛地探出手，死死扣住了他的脖颈：“你想活还是想死？”福全亮瞬间面色巨变：“我想活。”我松开了手，沉声开口：“我问
已答，所言若有不实，我立马送你去死。脱离束缚的福全亮指尖亮起灵光，下意识想要反击，但察觉到我体内的雄浑气血后，又瞬间泄了气，揉了揉脖子，低声道：“你问吧。”我单刀直入，开口道：“幻灵宗派你来此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怎料福全亮接下来的回答，却让我脸色瞬间大变，一个耳光甩在了江存虎的脸上。醒来，接连挨了数个耳光，处于濒死状态的江存虎逐渐被唤回了一丝神智，缓缓睁开了眼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被血迹染红的脸。福全亮咧开了嘴，缓缓举起铁剪，脸上的笑意显得有些狰狞。记住了，今日杀你者，福全亮！砰！铁剪重重砸落，紧跟着再度抬起，又一次落下，直至将江存虎上半身打成了一滩血泥。福全亮才堪堪停手。这些时日积攒在心中的压力发泄一空，一时间他只感觉有些脱力，忍不住一屁股坐倒在地，愣愣出神。看着这一幕，察觉到脚下的飞剑没了动静，楚正方才将其拿了起来。踏风剑一阶，在一阶兵刃之中已属上品，虽历经数十年杀伐，但被主人精心温养，并无丝毫缺损，可增幅一阶生灵3成法力。略微沉吟了片刻，楚正心下有了计较，炼气士也有御物之法，这飞剑他一样能用，但用着不是很安心。不远处，福全亮回过神，略显惊异道：“你方才掩去形迹，用的是什么手段？”直接掩去身形，他只听闻有些秘宝可以做到，还从未见过。隐身术想学吗？楚正随口回道：“想。”福全亮眼中闪过一丝希冀：“你愿教我？”当然不能。楚正摇摇头：“不过我有另一样东西要给你。”什么东西？福全亮一愣：“同生印。”楚正摊开手掌，元气外显，凝出一道符文，隔空拍入了福全亮眉心。自此刻起，我生你生，我死你死。若我先死了呢？福全亮面色一阵发白：“我会给你多烧些纸钱，让你在下面依旧能过上好日子。”踏入灵殿境后，时间仓促，楚正只修了2门神通，一门隐身术，另一门便是这同生印。隐身术是为保命，而这同生印则是他专门为福全亮一人修的。同生印的限制很大，只能对一个目标用，在解除同生印或是怀有同生印的生灵死亡之前，便不能再对另外一个生灵使用。上古炼气士一般是用此来收服一些强大的异兽，作为修行路上的长期伴侣，是为了身后有物可靠，才会有这一门神通的诞生。实际上，同生印的作用远不止于此。下印之后，楚正对于福全亮心绪的变化都能隐约有所察觉。福全亮一阵愣神，而后猛然站起，看着楚正脸上略显冷淡的神色，他脸上青白交加，内心挣扎了片刻，又无力地坐了回去，喃喃道：“你给我下这种禁制是想做什么？我又有什么地方能帮到你？”楚正沉吟了片刻，随手将踏风剑扔至福全亮跟前，缓声道：“等你能活下来再说。”你这是何意？福全亮看了眼飞剑，有些疑惑：“人是你杀的，这飞剑自然应该在你手里。”楚正走至江存虎尸体旁蹲了下来，四处摸了摸，很快便自其腰后摸出了一个巴掌大的小口袋，绳口系得死紧，蛮力根本拉拽不开。这是什么？楚正毫不掩饰自己的无知，将其递到福全亮的面前。储物袋需要法力才能打开，我用不了。福全亮摇了摇头，江存虎的东西应该都在里面。楚正心头一动，体内元气轻涌，探入了手中的储物袋，一片半丈见方的空间出现在他脑海之中，零零散散堆放着不少物品。楚正清点了一番，心中大概有了数，翻手取出了一块纸长的玉石。不等楚正开口问，一旁的福全亮就主动开口解释：“灵石可加快修行速度，算是修真界的金银。这么一块能换多少东西？能以俗世金银兑换吗？”楚正想弄清灵石的购买力，如果能以俗世金银兑换，在凡尘俗世这一块能买下整个宋家，不过没人会拿这东西换金银。福全亮回了一句，而后摇头道：“还是要看地域，修行圣地不缺灵石，下品灵石价值不高，用来送人都寒碜。在一些没有灵脉的破落小派里，倒是偶尔能换些好东西，平常基本都是用来修炼了。”楚正有些失望，而后将一些不认识的东西全部取出，一一让福全亮答疑解惑。半晌后，他方才满意的收起了储物袋，以自身元气缓慢将其炼化。杀死江存虎收获不算大，最值钱的就是那一柄踏风剑，但算是给楚正推开了修行界的一角，透出了些许风光，这已足够。直至黄昏时分，宋通海以及宋凌雪方才踏入了这一片院落，开始安排人清扫。江存虎来的一瞬，他们便听到了楚正的传音，一直躲着，直至此刻方才出来。屋里的几个舞女已是六神无主，彼此相拥，缩成一团，在角落里瑟瑟发抖，根本不知外界发生了何事。宋凌雪将几人打发走后，在楚正的要求之下，将福全亮的住处调整到了宋府边缘，距离楚正很远。江存虎死了，现如今夜光阁的下一步反应至关重要。福全亮这面挡箭牌能不能立住，还要两说。时间似指尖流沙，转眼又是半月过去。这半个月，宋府风平浪静，没有发生丝毫异常，平静的有些许诡异，让楚正都生出了些许不安。清晨，天光破晓，楚正盘坐于庭院中，行气周天，吞吐日月精粹，增进功力。同百日炼气时不同，他的实力进展逐渐开始缓慢，四周的阴阳二气对于他而言已逐渐变得稀薄。虽然依旧可以修炼，但这个速度无疑受到了不小的限制。一阵脚步声自院外响起，楚正缓缓收工，望向快速奔来的福全亮，微感不妙，出了何事？福全亮已受过他的叮嘱，没有钥匙不会向他这边走动。我方才收到了宗门传讯，命我即刻回宗，说是宋家的事不必管了。说话间，福全亮的神色愈发古怪。我在门内的一位师弟同时给我传了一封密信，说是宋师姐遭遇伏杀，护道人秦长老重伤濒死，侥幸逃回宗门。宋灵清死了吗？楚正眸光微眯，开口确认，那位师弟给我的信中没有提及他的生死，只怕福全亮话未说完，但楚正已经有了数。秦风都遭遇重创，何况宋灵清，加上
上幻灵宗召回福全亮，让其不必再管宋家的举动来看，这人大概率是已经死了。院门之前传来一声脆响，宋凌雪站在院外，神色正然，脚边是散落一地的尸盒。楚正眸光微敛，嘴角微勾，很快便压抑不住的发出一阵低笑。这死结终于是解开了。笑声中，宋凌雪回过了神，双目微红，哑声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楚正并未在意他的反应，脸上的笑意越来越盛，摇头道：“宋灵清如今已死，你们在仙门中人眼里已经没有丝毫价值了。对于幻灵宗是如此，对于夜光阁同样如此。江存虎的死自然会被算在幻灵宗的头上，没有人会把这件事跟宋家联系起来，哪怕会有迁怒，宋家此刻也已经有了逃的资格，不至于被仙门追杀，至少有了活的希望。”宋凌雪没有再听下去，转身奔去寻宋通海。楚正缓缓敛去笑意，望向一旁的福全亮，语调微沉：“我有件事要你做，何事？”福全亮心头一紧，此前是幻灵宗将你逼入了生死两难之境，你不想报仇吗？报仇？福全亮感到一阵荒诞，怎么报？报复二字，他根本想都没有想过。下品仙骨，如何报复一方仙宗巨派？人活一世，总要有些追求。楚正缓缓起身，极目远眺，缓缓抬手虚握，似是将大日攥在了掌心。我此生来是想做大事的，宋家此件事了，你引我入幻灵宗，我帮你毁了他，你做不到的事，我来做。在楚正眼中，幻灵宗也好，夜光阁也罢，都是一路货色。仙门是凡人如蚁，而他是个人，一个凡人，不是仙。宋灵清的死以及幻灵宗的反应，让楚正瞬间明白了很多事。夜光阁一直未曾出手，围绕宋家做文章，只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真正想斩的是宋灵清这条潜龙，如今潜龙未曾出渊，便已溺毙于深海，自然没有必要再花心思在宋家身上。江存虎跟福全亮这两人，无论谁生谁死，此刻都没有了丝毫意义。楚正沉思之际，一旁的福全亮已然愣了神。毁了幻灵宗，这短短几个字，似乎有一瞬将他骨子里的血点燃了。凭什么他就必须死？他命贱。福全亮呼吸渐沉，他做不到的事，不意味着楚正做不到。有朝一日，或许他也有机会，跟今日一样，亲手打爆那任务长老的狗头。福全亮，福全亮！楚正唤了两声，未见反应，伸手拍了拍福全亮的脸，嘿，醒醒！福全亮自脑中浮现的幻象中脱离出来，看了眼楚正，逐渐冷静下来。楚正现在杀个灵泉境修士，还要靠偷袭，拿什么覆灭幻灵宗？指不定就是拖着他一起死。他现在算是看出来了，楚正此人的思维逻辑与常人是有些出入的。左右不是个正常人，有没有办法能让我进幻灵宗？这是楚正当下最关心的问题。你出手，我没有感受到法力波动。你有仙骨吗？福全亮有些迟疑，他实在摸不清楚正的路数。楚正当即摇头，若是有仙骨，他自然会想办法走另一条路。没有仙骨，那肯定没法成为门内弟子的。福全亮考虑了片刻，颔首道：“你若是能将体内的力量藏好，躲过入门前的检查，再表现出凡俗大宗师的战力，倒是可以进幻灵宗混个杂役。养力境说白了也就与大宗师相当，甚至还略有不如。凡俗大宗师这种杂役，一般宗门都很欢迎，毕竟不需要消耗修行资源，些许普通的丹药加上五谷杂粮就能打了。一些修行外功锤炼肉身的大宗师，甚至还能做到养力境弟子做不到的事，一本万利的买卖。但杂役终究只是杂役，不是弟子，地位上跟外门弟子比起来就是天差地别。上面若是没有人照顾，平日少不了被安排各种脏活累活。大宗师在凡俗被尊为镇国之柱，享尽世间荣华，不知有多逍遥。很少有大宗师会愿意到仙门过这种日子，所以这一类杂役并不多，数量比外门弟子都少。至于培养大宗师，仙门不会干这种事，因为实在是浪费精力。一者习武也需要天分，二者还容易生乱。大部分年轻外门弟子的实力，也就是在养力境至灵泉境之间，养力境占了多数，真打起来不一定是大宗师的对手。大宗师的数量一多，在力量对等的情况下，地位差距如此之大，难免会生出矛盾。仙苗难觅，一旦发生大面积的流血冲突，对于仙门而言就是损失。即便是下品仙骨，也比10位大宗师有价值的多，不值当冒这种风险。这入门检查要检查何物？隐藏力量。对于楚正并不是难事，短时间内将丹田内的元气化入肉身，对于他而言轻而易举。唯一要注意的便是这入门前的检查，仙骨、修为就这两样。宗门之前有灵阵，你的所有东西都无法带进去。是身境，通过灵阵检验之后会有杂役的衣物给你。你们每次进出山门都是这样？楚正略感疑惑，这未免太严苛了些。福全亮摇头道：“当然不是，这只针对杂役，对于外出的弟子是另一套更复杂的流程。仙道手段奇多，弟子的每一次出入都是潜在风险，每次回归都会有长老亲自验明正身，以防夺舍异行或是外道邪魔藏身于秘宝之中，随弟子一并返宗。古往今来，亡于内祸的仙宗数不胜数，传承久远的仙宗门内或多或少都会有前人祖师留下的手段作为抵御，但很多抵御只能防外敌，挡不住内鬼。想到此处，福全亮不禁有些许亢奋。如果真的能将楚正带入幻灵宗，等于是埋下了一颗暗雷，或许有朝一日真的能把幻灵宗炸上天。楚正权衡片刻，下了决断，那就明日启程。既然得了消息，自然是越早启程越好。夜光阁不一定在乎一个江存虎，但指不定会有些交情不错的同门来寻他。转眼便到了午时，得了幻灵宗那面传来的消息后，宋通海一直没有露面。得知楚正明日便打算走，宋凌雪出面遣散了府中所有人。转瞬之间，整个宋府便只剩下了寥寥数人，清冷异常。下午时，楚正出门了一趟，在洛风城四周转了一圈，附近还有不少暗中潜伏的武道中人，他们的消息渠道没有福全亮这么快，根本不知道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。楚正尝试跟他们沟通，但过程并不是很令人愉快。最终，楚正带回了许多残尸，有男有女。入夜，楚正盘坐在榻上打点行装，他将原先埋在地下的那几本仙门典籍又挖了出来，收入储物袋中。储物袋无法带入幻灵宗，到时还需要想个办法。屋门被陡然推开，宋凌雪缓步踏进屋内，神色沉静。明日启程，你要去哪里？
里。幻灵宗，楚正没有隐瞒，如实相告，杀了江存虎。做到这个地步，他与宋家之间已经两清，下一步自然是要做他本身想去做的事。何况如今的宋家处境已不像此前那么艰难。得知楚正的目的地，宋凌雪显得有些意外，你为何要去幻灵宗？为了报仇。话一出口，为了避免误会，楚正想了想后又解释了一句：这与宋家无关，洛风城附近设卡之人，我已经全部扫清，明日你们可以直接离开。帮扶全亮报仇只是顺手为之，之所以选幻灵宗，无非是他看上去比夜光阁弱得多，在四周几个仙门里看着是最好下手的。老太太吃柿子尚且知道捡软的捏，更何况还有福全亮这个内应帮忙，幻灵宗几乎是最好的选择。楚正的话，宋凌雪只信了那报仇二字。幻灵宗与楚正之间谈不上仇怨，他更愿意相信这报仇二字是为了宋灵清去的。想到此处，他缓步上前，行至床边，抬手将楚正推倒在榻上。楚正不等他开口，宋凌雪已然上了榻，跨坐在他腰侧。他俯视着楚正，随手扯开发带，青丝如瀑，披洒而下，言简意赅。嚯！楚正看了眼窗外月色，沉吟道：要不等明日，我喜欢白天，晚上吸收月华，体内阴气上升，多少有些影响战斗力。宋凌雪没有再开口，俯身一口咬在了楚正颈侧。天还未亮，宋府后院缓缓驶出一辆马车，宋凌雪一身劲装，青蓝相间，戴着斗笠，催马前行。车厢之内，宋通海低垂着头，满头白发，双眼不复往日金光，一片浑浊，喃喃自语：青儿，我的青儿。他的怀中抱着几块牌位，其中一块是崭新的，纤尘不染。翌日清晨，楚正睡醒时，枕侧已不见了人影，宋府之中空空荡荡，一个鬼影也不见。主厅里的桌子上留了封信，宋凌雪留下的。信中的内容很简单，希望楚正放弃去幻灵宗，换个地方好好活着。他与宋家已是两步向前，不必将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上。楚正面无表情，手中燃起微光，信纸转瞬成灰。两不相欠，想得简单，他的元阳何等珍贵，宋凌雪欠他的多了。想起昨夜，楚正不禁叹了口气，终究只是16、17岁的身体，血气方刚，定力不坚，如此早早泄了元阳，日后要维持体内的阴阳平衡，还要多花些功夫。至于说后悔，那是谈不上的。福全亮身负长剑，踏入主厅，询问道：现在走吗？走。楚正转身走向宋府大门，抬手朝天，元气自掌心涌出，直冲天际，转眼间化成一团熊熊烈火。二人跨出大门的一瞬，空中的火球倏然炸开，化为漫天火雨，弹指间铺满了整个宋府。灵变境，雾气之流动变化。似这种小法术，信手拈来，为了避免留下太多痕迹，防止追踪，一把火烧得干净，是最为稳妥的方式。昨日带回的那些尸体，此时也派上了用场，至少能伪装成灭门的假象。火舌冲起丈高，一点点将门前的鎏金牌匾蚕食殆尽。看着在火光中逐渐消失的百年老宅，楚正眉心微皱，指尖一阵轻颤。他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日，为了隐瞒此地曾发生过的事，而亲手毁去如此一处百年古迹。作为文物修复师的他，亲手埋葬了一段历史。虽然对于整个世界而言，这段历史毫不起眼。走吧。楚正转过身，随口问道：此地距幻灵宗有多远？不远，2万里外就有分宗，到了哪儿就能乘非洲回主宗。你来时走了多久？来时一位师姐送我来的，不到2日。至于我俩，就这么走上半月也就到了。你那师姐长得好看吗？当然好看。冲天大火的映照之下，2道身影逐渐消失于街头，再无踪迹。大火整整烧了整整一个昼夜，自此武阳郡的百年世家又少了一个。数日之后，百余铁骑急奔而至，停在了废墟之前，还是晚了一步，可惜了。看着眼前的断壁残垣，身披蟒袍赵云衡一声长叹，得知宋灵清遭遇伏杀，他便立即从京城回转，想着能不能得偿此前所愿。没想到紧赶慢赶，还是慢了一步。没赶上也未必是坏事。一旁的赵继昌摇了摇头，这宋家想来也是接不住这泼天的运道，诸事缠身，还是不碰为好。那时赵云衡一声笑骂：你小子一下娶了4个京城贵女，夜夜新婚，自然是不想这宋灵雪了。此地可是宋府。赵云衡话音未落，一旁忽然传出了一声询问。不知何时，废墟中多出了一道人影，一身青袍，看上去20上下，肌肤莹然有光，眉心一点血红朱砂，给原本清丽的面容上添了一分妖气。阁下是？赵云衡微微皱眉，答话：此地可是宋府。男子微微皱眉，重复了一遍方才的问题，似是有些不耐。放肆！刀剑出鞘之音成片炸起，如此无礼的态度，瞬间激怒了赵云衡身后的百余铁骑。噗！一阵闷响传来，凡是拔刀的铁骑，一瞬之间连人带马肉骨分离，化成了一滩滩血泥。转眼间，场中只余下了赵云衡父子。赵继昌浑身轻颤，面色骤然苍白，一时失语。此地却是宋府，怪我御下不严，属下一时不懂事，冒犯了上仙，望上仙勿怪。赵云衡面容沉肃，翻身下马，隐隐将赵继昌护在了身后，躬身致歉，望上仙念在我等是赵家之后，留我父子一命。听闻此话，男子缓缓眯起了眼，你拿个死人压我？赵庭仙如今何在？赵庭仙，赵庭仙，赵庭仙。他的语调愈发高亢，声震四野，在虚空中泛起层层涟漪。轰隆，余音未散之际，苍穹之上骤然泛起滚滚雷云，凝成了一双不含丝毫感情色彩的雷霆巨眼，眼眸深处一片混沌，隐有阴阳二气翻涌。雷云浮现的一瞬，青袍男子的面色瞬间苍白，神情巨变。不待他开口，一柄雷霆巨剑自天而降，似天伐灵身，斩至头顶。嗡！不远处的赵云衡只感觉一阵微风拂面，再度睁眼时，宋家遗留的痕迹已然不复存在，只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天渊。宋家灭门的消息飞速扩散，没几日便传遍了大周，成了江湖中人
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而这附近诸国修行界之中的变故，却是远比凡尘俗世剧烈得多。单就福全亮逆行伐上，跨境杀死了江存虎的事，便在附近几个宗门的底层弟子之间引起了一些反响。养力杀灵拳，这只有极少数的异类能做到。福全亮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外门弟子，无疑是创造了奇迹。但令四周仙宗更为震惊的是，赵庭仙还活着，修为已然通玄，唤其真名，便会被其所查啊！甚至隔空出手击杀了夜光阁中一位宁破境的长老。有部分强者甚至怀疑，赵庭仙已经跨过了仙门，羽化登仙。相较于赵庭仙，福全亮的存在便不是那么引人注意了。这个消息仅在小范围的宗门高层间流传，一时间，大周境内的仙门中人全部收敛了许多，甚至有宗门取消了大周境内的分宗驻地，撤离了驻留弟子。天玄国、幻灵山脉、幻灵宗已在此繁衍生息了万年之久，方圆数十万里内能与其并驾齐驱者不过寥寥二三。幻灵山脉纵横13000余里，下方镇压着一条上品灵脉，供养着宗内上万修士修行，每日吞吐的灵气如海，长空之上尽是瑞彩霞光。山脉脚下是一座横跨近百里的巨城——幻灵城，此地既是山脉入口，也是仙凡连接的通道。即便天生仙骨，孕育出的后代也并不一定能继承父母之天资，肉骨凡胎还是有不少。这部分人身份又与凡人不同，他们体内流淌着修仙者的血，自然不会再回到凡俗中泯然众人，可又没有踏足仙道的资格，便只能在这座城池中生活。相比于常人，他们的后代孕育出仙苗的几率要高得多，久而久之，自然成了仙宗的新生血液的固定补充来源。这座城池之中可谓是鱼龙混杂，修仙者、凡人，还有大批量的武者。修仙者并非全都是幻灵宗的弟子，还有许多小宗门的修士在此地做些生意，交换在外界难以得到的资源。这些武者大多是心有不甘，想要来此碰碰运气，有侥幸入大宗师之境的。当然，在这座城池之中，大宗师并不被称为大宗师，仅以武士二字作为称呼，意在武道之师，武士之下皆以武者相称。幻灵城虽广阔，但划分井然有序，城东连接幻灵山脉，布有聚灵法阵，是灵气最为充沛之地，这也是修仙中人以及大部分武士活动的地域。城南居住的大多是幻灵宗人的血亲眷属，寸土寸金，隐约已经繁衍成了几大世家，可以视为幻灵宗之内势力的延伸。城北开设着大量酒楼赌坊、青楼楚馆，是幻灵城最为潇洒肆意之地，甚至有专为修士提供服务的醉仙阁。城西则是鱼龙混杂，更像是凡尘俗世，各类三教九流汇集，不乏鸡鸣狗盗之辈，暗娼遍地。四片区域有明显的划分，分割处都有幻灵宗弟子值守，看管极严，出入必须先行报备，领取令牌，私自越界被抓，会被直接送去矿山，劳役10年，矿山不见天日。有的矿道中还弥漫的积年毒烟，若是肉骨凡胎进去之后，能否有命出来，还要打上一个问号。城北喧闹的长街角落，一间铺子门前排起了长队，年纪不等，16、17岁至年逾古稀都有人在，全部都是男子，基本都戴着面罩，遮住了大半张脸。铺子门前飘扬着几杆青旗，写着一行行醒目大字：千年家传医术，妙手回春，重振夫纲。男人不做软柿子，做就要做真硬汉。男人最可贵的品质，坚强，做家里坚强的后盾，最坚硬的后台，做男人。挺好。铺子里分成了里外2层，以一层帘子隔开，外间挤满了人，皆是盯着帘子，望眼欲穿。盏茶功夫后，一名身穿长衫的中年人缓步走了出来，昂首阔步，雄姿英发，走动间似猛虎俯视四方，周身都散发着强大的自信。下一个，里间传来一声淡淡的呼唤。闻言，排在最前方的一名壮汉连忙掀开帘子，挤了进去。楚大夫，劳您再施妙手。壮汉满脸堆笑，您的针是我见得最神的，我这身子如今是一日强过一日。楚正放下手中茶盏，随口问道：第几次来了？第3次了。这次就差不多了。躺下。楚正随手指了指一旁的软榻，指尖捻起银针，卢胜灵阶，内阳不壮，血气稍有亏空，可修复。楚正随手在几个无关紧要的穴位落针，等了片刻，打开了修复面板，指尖轻弹，缓缓收针。好了，2块下品灵石，多谢楚大夫。壮汉下了软榻，舒展筋骨后，喜色愈浓，连声道谢，当即取出灵石，双手奉上。楚正接过，随手掂了掂，他手里这便是2个宋甲。俗世的金银无法在幻灵城流通，城内用的都是幻灵宗发出的灵币，100灵币可以自幻灵宗开设的兑店换得1块下品灵石。楚正不收灵币，只收灵石。正常武士在城中累死累活1月，所得不过20-30灵币，不吃不喝攒1年，才能有2-3块灵石。那日抵达幻灵城后，楚正并未急着进幻灵宗，而是让福全亮先行入门，他则是在宗外等候消息。如今已过去了整整1个月，这么长时间，同生意没有传来任何异常，就已经证明福全亮已然安全入宗，并没有出什么意外。开这家医馆也是楚正在福全亮身上得到的启发。此前在宋家，福全亮一度纵欲过度，经他修复伤势后，体内亏损的元气也已经弥补了上来。到了幻灵城，初步了解之后，楚正便在此处开设了这么一家医馆，将前世男科医院的广告挂了出去，很快便是生意火爆。四周都是青楼楚馆，能常来此处的大多有些身份，且不缺灵币，身体有些亏空的更是大有人在。通过面板赚灵石，一本万利，几乎没有任何代价。楚正很小心，并未一次性将这些人的身体全部修复，基本都是分为2到3次。看上去特别有钱的冤大头，楚正甚至会分成7、8次，循序渐进，积少成多。短短1月，楚正已经积攒了一笔相当惊人的财富，足以令修士眼红。下一个，一道人影掀开帘子，径直走了进来。好久不见，楚大夫，诸位请回，今日闭馆了，明日请早。楚正瞥了来人一眼，掀开帘子走了出去。开始赶人，在外排队的
皆是一阵叹气，无奈离去。来此的都是眼头遮面，俱是有难言之隐，没人会在此闹事。一不小心传出去，那就是身败名裂。转眼间，医馆之前止于一片空空荡荡。为何这么久才来见我？关了门，不等福全亮开口，楚正便是先行发问：如何？宋家之事怎么说的？你当宗门是想出来便出来吗？只要出山门，都必须有长老的批条手令。这一次还是我好不容易争取了个任务，这才得以脱身。福全亮略显无奈地解释了一句，继而道：长老验明正身后，就问了句我是如何办到的。我言询了几位武士暗中相助，先以灵符将其重伤，后联手避之。没了。见福全亮没了下文，楚正难掩诧异，这便信了。信了。福全亮一阵无语，你还想怎样？他区外门弟子，此次能惊动内门长老亲临问话，已是了不得的特例了。虽然有了这个战绩在身，外门不少弟子对他恭敬了不少，但本质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。下品仙骨依旧是下品仙骨，翻不了天，还是得做任务养活自己。回过神，楚正随口问了一句：宋灵清的死因弄清缘由了吗？死。福全亮闻言愣了一瞬，而后猛然摇头：不，他没死。我听人说，秦风长老倒是离死不远了。没死。楚正一时间难掩诧异，是，但跟死了也差不多。听说被秦风师叔背回来时，他浑身经脉尽废，仙骨碎裂，仅剩一口元气，被秦风长老勉强吊着。福全亮一阵摇头，有些惋惜，宗门花了大力气将他救回，甚至动用了门内秘传的宝丹，辅以万载灵泉，也只是保住了他的命，而没保住那块仙骨。现在他在宗门里的地位很是尴尬，位列真传，但已是个废人。如今想顶替他成为真传的内门弟子，不说上百，也有70-80个。真传弟子何等尊贵，内门长老护导拜师太上，享受不尽的各类资源，翻手云雨，是幻灵宗未来的中流砥柱。宋灵清如今已是资不配位，占着茅坑不拉屎，被挤下去是迟早的事。可以预见，自真传弟子跌落，已是近在眼前，甚至内门弟子的身份也保不住，会一跌到底。难怪。楚正微微颔首，这种下场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。难怪夜光阁放缓了对于宋家的动作，他与宋灵清严格意义上而言只见了一面，是宋灵清帮他推开了这个世界的第一扇大门。可惜了，世事无常。楚正拢回思绪，随口问道：我入宗一事有眉目了吗？起初他并不知晓幻灵宗之外还有幻灵城这种特殊的地域，如今对于是否入幻灵宗已没有了此前那么大执念，在幻灵城中一样能接触到仙道。近日宗门打算从幻灵城招一批杂役。福全亮颔首回道，话锋忽然一转，不过我建议你再等等。为何？楚正有些不解，这一批杂役是韩家要的，是专程为了挖矿准备，那是一条古矿道，葬着不少尸骨，至少是数万年前的古战场，很凶险。言罢，福全亮不禁有些自得，这是内部消息，若非他消息灵通，寻常外门弟子根本不可能知道。你说多少年前？楚正抓住了关键点，眼中近乎溢出了光。数万年前的古战场，幻灵城东，大日西垂，临近黄昏，天边的瑞彩愈发绚丽，若有若无的阵纹流淌于虚空之中，海纳四面八方之灵气。城东与幻灵山脉接壤，此地与其他3个城区有着天壤之别，光是在此地停留，每日都要缴纳1块下品灵石，你这都要我出？福全亮难以置信地望着楚正，实在无法想象眼前这人居然吝啬到了这个地步，日进斗金，却连1块下品灵石都舍不得。福全亮身为幻灵宗外门弟子，出入城东自然是不需要掏灵石的，但却无法带人，楚正的那一份还是要给，这是规矩，该省省，该花，以后用灵石的地方多着呢。楚正丝毫不为所动，示意福全亮掏灵石，1块灵石就是1个宋家。福全亮当初的比喻，他一直谨记在心，这不是个小数字。福全亮一阵无语，掏了2块下品灵石递给自己的同门，他们要在这儿待2天。入了城东，楚正当即察觉到了不同，天地间的灵气猛长了一截，令他体内的元气都开始活跃起来。稍微运转周天之后，楚正微感惊异，他在此地的修行速度至少比外界快了近1倍，这还只是在幻灵宗之外，若是宗门之中，灵气肯定更为丰厚。瞅了眼天色，时辰尚早，楚正随意找了个热闹些的街面，摆上地摊，插上了一面小旗，回收废旧法器，价低，传家宝别来。法器的利润远远比开医馆恐怖得多。废掉的法器因为刻上了法阵，大部分材料都不能再次回收利用，基本只是废铁，至多也就几块到几十块灵石。只有一些混迹在此的落魄武师会花灵币收这些破烂，再烂也是法器，在凡俗中也是了不得的神兵。一件完整的低阶法器，哪怕品质再差，也至少要500至800灵石。经面板修复完全，一进一出就是至少100倍的利润。福全亮此次出山，本就是带着任务来，还有自己的事要做，陪楚正一起在街头蹲了个把时辰，便起身离去。左右没多少生意，楚正一心二用，拉出修复面板，将今日的修复次数全部用在了玄天印上。姓名：楚正，修为1阶初期，功法：大周天行气总纲，6阶残缺，龙虎身4阶残缺，神通玄天印第3式5阶残缺，点石成金1阶，隐身术1阶，修复师1阶230 1000，当日剩余修复次数0，当前可修复玄天印第3式200 300，大周天行气总纲上篇0 1000，龙虎身中篇0 500。按照这个进度，再有20日，玄天印这一门神通便能修补完全。玄天印是武道神通，楚正一直相当感兴趣，这门神通之中蕴含的信息相当关键，至少玄天印的存在证明了这个世界并非只有修仙一条路可以走，武道绝不仅仅止于俗世，就跟他的炼气法一样，武道必然存在过修行之路，同样能攀登至人道绝巅。武道为何会凋零？这其中必然存在着极大的隐秘。如果黎明州没有将那块5币碎片扔进大海，他或许能有机会提前揭开这个隐秘。每
每想到此处，楚正都会感到由衷的心疼。破损的法器，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以真火熔炼，抹去所有痕迹后丢弃，或是压在箱底。法器上或多或少会留下使用之人的痕迹以及气息，若是被有些奇诡手段的修士拿去，隔空下咒或是定位追踪，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。楚正蹲在街面上等了快2个时辰，也就做了2单生意，还是同一个人送来的。青灵法医，一阶残缺，带着出土不久的芬芳。你眼力老辣，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从已下葬的死人身上扒下来的，可修复。零30追云靴，一阶残缺，这双靴子丈量过的河山，够你走上1000年。历经5代主人，鞋底已被磨穿，可修复。零50那件青灵法衣，如果不是面板提示，楚正并没有看出什么不对劲。衣服洗得很干净，只是前胸处破开了一个大口子，上方部下的灵阵也已是破碎不堪，这让楚正有些失望。洗得太干净，反而破坏了这件衣服上曾经的痕迹，少了些味道。那追云靴烂得更彻底，鞋底只剩了半边，宝丽风霜，看上去已很有些年代，倒是很合楚正的眼缘。在常人看来，这2样东西实在烂得有些离谱。楚正每样花了40灵币，加起来还不到1块下品灵石。这2样东西倒是可以带在身边。要去的那片矿山，不是在幻灵山脉之中，检查的没有那么严格，储物袋肯定是带不了，但2样残破法器带着，不会有人注意到。楚正正要准备收摊，头顶蓦然传来一声询问：“这个你收不收？”楚正闻声抬头，瞥了一眼，打量了片刻后，不禁有些讶异，眼前是个半大少年，不过16、17岁，跟楚正的实际年龄相差不远，身子骨看上去还未长开，有些瘦弱，一身洗得发白的淡蓝长衫，身上带着股浓郁的书卷气。这是来到此世后第一个让楚正一眼看上去便知道这是个读书人，而且这少年郎是个凡人，丝毫武功都未曾练过的凡人。这样一个人出现在城东这个地界，委实有些奇怪。此地往来的，除了修行者，也基本都是武师，根本看不见凡人。少年手中双手捧着个2尺余长的匣子，神色迟疑，似是有些踌躇。拿来看看。楚正对于读书人天生有些好感，当即抬手自少年手中接过匣子，打开，匣中躺着一柄木剑，只剩下大半截，剑尖连带着半截剑刃消失无踪，裂口处布满了焦黑纹路。天罡剑6阶残躯闪，试探性的伸出了5根手指，5块下品灵石，成交。楚正没有在这个价格上拉扯的心思，直接点头应了下来，取出6块下品灵石递了过去。这是何意？少年看着多出的1块